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这哪个刚下业绩的精神小伙儿？俺热烈的妈，他是拳王邹市明。我的发，拳王？当年被揍脸色都没这么难看，这是被卖到园区啦？仇人进来，高低都得下2单。拳王这种全世界都没多少的男人能变成今天这样，也是开了眼了。冉莹莹认为的外人眼中的自己和老公是中国的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，但她眼中的邹市明却是一个只会打拳的土鳖。她眼中的自己是名校出身的高智商事业型大女主，但她不知道的是，人的财富水平最终会和她的认知、风控能力以及对人性的洞察力达到一种动态平衡。贫穷基因代代相传，冉莹莹根本赚不到她认知以外的钱。冉莹莹一边烧邹市明赚的钱，一边去邹市明化，生意全部以自己的名字命名，这能让她的多巴胺飙升，而刺激多巴胺释放的唯一办法就是源源不断的砸钱。基金的董事总经理跑到我的产房门口去等我，他说我没有想到你忽然就去生孩子了，但是我们基金更认为你们更牢靠了，因为你们都有3个孩子了，你们作为合伙人，这个我们更看好你们了，我估值跟你们估6个亿，我们入10%。别人 cosplay 一个角色顶多用服化道，冉莹莹 cosplay 老板是拿真金白银砸。生意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，必须豪华排场，必须有真实员工可以呼来喝去。我们曾经做过无数版方案，然后从1月份做到10月份，光定稿就定了14版，最后老板说我们还是选第1版吧。看他整形就知道，一整就得整最大的、最瞩目的，而且这钱花了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接孩子都得穿这样。冉莹莹是贵州人，西南地区的典型外貌之一是矮个子短圆脸，像面没发好蒸出来的死面馒头。她的老乡龚琳娜和何洁都属于这一类长相。刘孜其实长得挺好的，但细看也是这种类型，我愿称之为微商面容。审美决定上限，邹市明走到今天也是因为他的局限性。邹市明是县城体育生，个子还矮，爹妈体制内老实巴交。冉莹莹肤白貌美大长腿，那没有。对于邹市明来说，看到都走不动道了。他到底是吃了没见识的亏，但凡晚2年，他什么美女没有。别看他是奥运冠军，本质还是体育生，眼界跟不上成绩，小头控制大头。真爱如同鬼魅，闻者众，见者寡。其实吧，大部分男人和老婆就是搭伙过日子，只能说不凡，没几个是喜欢老婆的。离爱那是更远了去了，好多男人女人一辈子都不知道爱是什么，即便是最浓情蜜意的求爱阶段，也是源于肾上腺素分泌带来的冲动。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，却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冉莹莹是宝妈创业的明星 Plus 版，但核心都一样，赚了就是自己厉害，和老公没关系，他本来就配不上我，我嫁错了人，赔了就赔了，反正不是自己的钱，不可惜，刚好顺带给周围人诉苦，嫁错了人，嫁对了哪用得着自己这么起早贪黑的辛苦创业。反正宝妈创业的尽头都是嫁错了人。普通宝妈顶多烧个180万就烧穿了，冉莹莹烧了2亿，那是因为邹市明只有这么多钱。套用电梯里的俯卧撑定理来分析，邹市明就是这台电梯，冉莹莹在里面做俯卧撑，电梯升到了10楼，冉莹莹或者和她有一样思想的那个群体
都认为正是因为冉莹莹做俯卧撑，电梯才到了10楼。没有我，你个破电梯什么都不是。你付出，让女人觉得她欠你的，最后女人会厌恶你、恨你。你反过来让女人觉得你欠她的，即便不在一起，她一辈子心里都想着你。女人都是慕强的，你给女人100万，她还想要200万。但是你天天揍她，她就只有一个要求，怎么才能不挨揍？冉莹莹很享受创业，为什么有这个爱好呢？因为她要证明自己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也给自己立了目标，希望能够做成中国版本的体育界的 CAA， 真正的做大做强。为什么她那么想证明自己呢？因为她母亲从小就对她极为严厉，不考第一就得挨训，必须处处比人强。她母亲为什么对她这么严苛呢？因为她妈妈冉文丽自己就是个要强人，她是家中长女，下面有7个弟弟妹妹，身兼母职。结婚后是遵义当地一家米粉厂的领导，全厂上下她一个人管理。后来结婚又离婚，女儿改了她的姓，并由她一个人带大。冉妈妈对女儿很严格，要求她必须一切靠自己。强势严厉的母亲，潜移默化的女儿。母亲自己感情不顺，所以把一切希望孤注一掷在女儿身上，甚至更严苛。这样的母亲一生都很焦虑，因为她要身兼数职，紧绷着自己，又紧绷着别人。她要女儿必须成功，以此弥补自己的失败。她的焦虑和强势也传给了女儿，以一种自己都无法察觉的方式。离异妈妈带出来的女儿很难真的相信依赖男人，她们更愿意相信自己，只有自己名下的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。所以在婚后，冉文丽强烈支持女儿创业。也不是需要自己的女儿成一个女强人，就是希望呢，她俩能够在同一个位置上，大家互相理解、互相支持。那如果他们真是这方面都处理好了，那去美国我也可以考虑一下。但是我想他给莹莹一个说法呗。他的事业已经很好了。他有什么事业吗？他的事业就是有很好的家庭。即便女婿想躺平，女儿说什么都要折腾。求你了，对吧？就是关于莹莹的事情，我是希望莹莹读这么多书，能够出来做一点事情，不要冤枉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，现在就得给你当一个后勤部长。他不是后勤部长啊，他很成功啊。他成功什么？他很成功的。你看谁都知道他是周世平背后的人，没有事业就没有自己。找另一半一定要先看看岳母是啥样。单亲其实也不怕，但女儿如果随母姓，就要稍微留个心眼儿。冉莹莹自己也要强，也自信，但要强要得很虚，自信信得很盲目。我觉得黑线点走下来问心无愧，我们走得很稳。合作下来彼此打个分吧。满分几分啊？满分10分，满分10分。哦，满分10分。对，我给自己打7分。世明哥呢？给自己打多少分？3分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弥补他那3分。他的要强和自信都是为了证明自己，他砸重金创业也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成功了。但很遗憾，要强和强不是一回事儿，想证明自己和想赚钱也是2码事儿。他根本不具备商业头脑。公司有一个传统，就是汇报必用 PPT， 因为冉总会觉得 PPT 做得好是一个加分项。看，这就是宝妈创业思维。员工在他眼里不是合作伙伴，而是证明自己能管好一个团队的道具。上了2天微商课，就觉得自己是成功女性的宝妈群体，智商和理解能力就顶到这儿，再往前就走不了了。所以也不奇怪冉莹莹说出，谁见到过 CEO 还要出门自己下去洽谈业务的？没有，对吧？都是销售去谈业务，就是谁成为这 CEO， 对不对？比如说我是这 CEO， 好，没问题，
账就得我管，对吧？老板管账嘛，这还有什么说法呢？冉莹莹不授权，因为她需要掌控感，她不愿意让别人证明没有冉莹莹也能做好，那会削弱她存在的价值，所以结果一败涂地。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她不是在经营公司，她是在经营冉莹莹是女强人这个剧本。120个员工是她选的群演，1.8万平的场馆是她的舞台。跟很多有钱但仍不甘心的老登一样，冉莹莹靠邹市明早年打拳攒下的2亿身家创业，想赚更多的钱。我们都知道，把钱放在那些确定性强、你深度理解的领域里，财富在你构建的价值系统里才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越滚越稳。所以巴菲特说过，只做看得懂的生意。但冉莹莹不一样，她只做看着大的生意。创办的公司一共加起来有将近20家，这20家企业当中分布了青少年培训、赛事运营、经纪人运营、经纪人事务，以及拳馆，甚至还有餐厅，甚至还有酒吧的演艺中心等等。第一单生意是在上海黄金地段开高端拳馆，据说1年租金就5000万，几万块的会员卡卖不出去，这一单损失了1亿多。冉莹莹操盘的私房火锅店，定位是人均消费330元，开业不到1年就关门。创立的运动品牌积压了8000万的库存，最后倒闭。2018年，他又涉足电竞产业，成为新的资金黑洞。一上来就斥资2000万元打造了一个直播基地，然后因为流量成本飙升和运营不善，半年内亏损超过1500万。为了还债，夫妻俩给 P2P 公司站台，方法是拿出自有资金8000万，买各类高息 P2P 以及非标理财，投入4000万炒币，计划用高额利息填补拳馆和其他投资的窟窿，结果遇到暴雷，血本无归。国家政策收紧以及全球币价暴跌，4000万又是血本无归。所有投资全部失败，他们也加入了中年返贫的老登队伍，只能一边上真人秀一边带货。夫妻俩还是走到了流量变现的队伍里。如果冉莹莹是宝妈创业明星 Plus 版，那邹市明就是胖猫未死 Max 版。韩非子曾经总结过君主要警惕身边出现的8种奸人：同床、在旁、父兄、养殃、民盟、流行、危强、四方。同床顾名思义，就是指老婆、情人、小三儿和女朋友之类的。按照韩非子的思路，人一旦掌握了权力，就要抛弃人世间的一切情欲，把所有人都默认为虎豹豺狼，通过各种手段，胡萝卜加大棒，让虎豹豺狼们狗咬狗，自己才能稳坐钓鱼台。这套理论放在金钱上也适用。掌握巨大财富的人，要想守得住万贯家财，也要摒弃情爱这种俗物，冷静无差别地提防任何人。权力不能片刻假手于人，哪怕仅仅是出让1天，就可能会失去一切。更别说邹市明这种直接把财政大权常年交给老婆，自己当甩手掌柜了。为什么皇帝要传位给嫡长子，而不是按贤明来？人是会变的，也是会伪装的。在极大的利益面前，愿意装几年孙子的人比比皆是。不要考验人性。贤的标准是不统一的，也是无法验证的。但谁是嫡长子的标准却很硬。乾隆是权力野兽，他很出名的就是在权力面前六亲不认，即便是对自己母亲，
他可以一掷千金给办寿宴，但当有一天母亲说他想在城外修一个佛堂，乾隆立马就变脸了，说皇太后应该管理后宫，享受天下的供养，修佛堂这种事情不是你应该过问的。转头就把跟皇太后提议修佛堂的太监全打发了，重新换了一批人。这才是拥有财富地位和权势的男人该有的自觉。妈犹如此，妻何以堪？那这次两国要去打职业吗？那这次伦敦之后会不会去打职业了？妈妈想让他去吗？打职业不想。爸爸呢？不想。太太呢？支持。哇。因为我有我的一个观点，就是我觉得说，就像女人一样，你不可能65岁还去穿25岁的裙子，同样青春是有限的。如果等我们都老了，有一天他坐在比如说藤椅上说，哎呀，老伴儿啊，我当年如果能去那儿站一下，哪怕打1个回合那多好。对啊，所以为什么要留遗憾？怕他有遗憾。对，老妈就是想的，什么都有危险。万一去了，然后就打1回合，然后就提早几年，然后躺在那轮椅上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也算是财富的诅咒。上帝非常公平，富人不快乐，穷人不快乐，不富不穷的也不快乐。人的一生在得不到的痛苦和得到的无聊中摇摆。人的悖论是，人只能得到当下不在乎甚至不想要的东西，越在乎的越得不到。有权有钱，要想不被杀猪，就要直面惨淡的低欲望人生。富人几乎不可能得到女人真正的爱情。道理很简单，永远不要用你的本能去碰瓷别人的职业。一个正常的女人，哪怕再爱一个男人，表现出来也是有瑕疵的，因为真爱会患得患失，会耍小脾气，表现出来就是不完美。但捞女不一样，人家是打职业赛的，一颦一笑都捏着你的喜好来。一个千万资产的富豪，捞女们为了上手，连富豪的情史都会做精密的沙盘推演，你和富豪的喜好对症下药。至于身体摆出 X 型，眼神给出去这些玩意儿，在职业选手面前都属于基本功。传授这个技巧的人自己还没钓到凯子呢。普通女性拿什么跟职业选手比？曾经有个上岸的鸭教广大男性怎么追女孩，这在情感赛道几乎是降维打击，简直太专业了。开玩笑，人家多少年职场实践摸索出来的。你一个连外卖都拒绝不了，每天5分钟快走都坚持不下来的人，怎么玩得过职业选手？捞女只分有能力和没能力，没能力的割普男，有能力的割富豪，一种猪一种杀法。富人想要在这种遍布杀猪盘的环境里稳坐钓鱼台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塑自己的人性，做到看一切身边人都跟看虎豹豺狼的状态才行。再说了，细想一下，能接近自己的女人能有什么好玩意儿？刘翔当年就是因为跑得快才毫发无损，小明也是一看苗头不对就立马抽梯子。宝宝跑晚了只能割肉，王力宏不光割肉还要被骂，邹市明被套死了，基本跑不动了，但好歹命还在。苏小茂是命都丢了。男人只要把他们几个的故事研究透，就能在这个版本里活得如鱼得水。邹市明很早的时候就说过，有2个亿，存银行1年也有400万，天天躺着打游戏就好了。但冉莹莹不行，2个亿放银行别人看不见，拥有大企业别人就看得见了。我们业务量的扩张，我们发现我们的团队从最开始15个人变成30个人，变成50个人，人力成本一下就上来了。但是你所有的业务的支撑你需要的，你包含餐厅你就需要吧，对吧？赛事你肯定对吧，也需要吧，运营的人员是不是？但教练你也需要吧，对吧？这个门厅的运营你也需要吧，服务员对吧？你后来做生意把钱赔光了，冉莹莹又抱怨邹市明只会打游戏。不过邹市明确实喜欢打游戏，精神小伙谁不爱打游戏？所以我一开始说精神小伙刚下业绩，
也没说错呀。当年冉莹莹嫁给邹市明，应该不是基于三观，还是那个非常智慧的人间情爱真理。一看就知道，男的好色，女的贪财。哎，咪咪也太会了，说个话的档口还要虚空锁个吻。田朴珺也拿王石的钱霍霍，也爱当大女主。王石为资源也卖面子，但他拨给田朴珺玩的资金是有数的，赚了赔了都不再追加。王石虽然在富豪圈被鄙视，但降维到邹市明这里还是轻松碾压。抛开世界冠军和金腰带的光环，邹市明就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体育生。冠军立功难道就不是立功吗？立功思维基本就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完全寄托于自己之外的人或物，这样的人被吃干抹净也是必然的。而且立功的核心就是梭哈，邹市明不摆脱立功思维，就摆脱不了立功的结局，也就和其他立功没有任何区别。女人千万不能喂太饱。当年聂远参加节目，岳父一家人把他当皇帝一样伺候，他不回家没人敢动筷子吃饭，被骂得不行。如今再看，聂远已然封神。亮哥虽然手腕不行，但人家化悲愤为力量，走上了另一条赛道，找几个整得像李小璐的助理在直播间卖货，硬是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。亮哥挣这份钱咱不嫉妒，打折的蓝月亮洗衣液该抢还是得抢。这么看来，邹市明和冉莹莹这两口子还挺搭的。女的爱折腾，男的觉得自己没本事折腾，巴不得让老婆替自己折腾。冉莹莹这么大的油耗，也只有拳王才能开得动。拳王现在还算年轻，名声和流量都在，虽然肯定是上不去了，但下降空间还挺大的。他们只要肯带货，多少钱都能挣出来。冉莹莹最早被吹爆的是中考状元、北大硕士和央视证券频道主持人这三个唬人的头衔。其实相较于邹市明一拳一拳打出来的2亿真金白银，冉莹莹这些头衔已经不是水大不大的问题了，纯粹是水货。中考状元这一块，说实话和高考没有关系。北大硕士这一块，读的是掏钱就能上的 MBA， 和正经统考录取的光华管理学院也是两码事。央视证券频道主持人这一块，其实是数字付费外包频道，跟普遍认知的央视是两套体系。好吃的大饼卷肉和焖子这一块，哎呀我去，这是给老子干哪儿来了？我指定是饿了。唯一货真价实的是他外经贸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位这一块，是当时的热门专业，含金量挺高的。就这些水灵灵的水货，把没文化的邹市明都唬死了。邹市明吃了没学历的亏，觉得自己没学历也就没文化，就对有学历的人有种仰望和膜拜。殊不知大部分有学历的也没文化，还不如他。体育生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封闭训练，对于人情世故了解的比较少，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单纯，偶尔碰到一个前菠萝后西瓜，有学历有体面工作的女人，旱了20多年的拳王立刻就沦陷了。所以说实话，从底层打拼上来的男人，不去商 K 也要有几个常去商 K 的朋友，平时多沟通多交流，听听人家见的世面。说起商 K 这事儿，其实去的时机也很重要。去的早容易伤仲永，去的晚就是邹市明。
不早不晚，张朝阳。张朝阳一有钱就赶紧找漂亮妹子，不漂亮都看不上，这才磨练出来。我以前是目的性非常强的，去一个 party， 这块如果别人找我，你要跟我谈工作，我就认为是想利用我们，然后呢，这个女孩呢，就是漂亮女孩我才跟她说话，不漂亮女孩我就你别跟我说话，说话是因为我要想跟我谈那个工作。所以他是既成功又能守得住。啊，对了，张朝阳清华大学物理本科，麻省理工物理博士。冉莹莹2007年大学毕业，满打满算顶多上了3年班，因为2011年她已经陪邹市明在美国打比赛了，所以她为爱情放弃事业这套说法是个伪命题，谁也没有办法验证一个没发生不存在的东西。她真正的事业就是经营爱情。全球排名前300的富豪有62位女性，其中60个是靠离婚分财产，剩下2个是雅诗兰黛和欧莱雅的女继承人。你可以想象，这老公一回来，整个家没有了吗？沙发都没有，空空的。那是强盗，老婆拿走了。对呀，但是他跟了你这么多年也没有，包括这么多年都没有名分，他跟着你。我更多都看过。其实你对女人一直都是蛮有戒心的，对吗？喂，我们不是这样子，当打个电话买3个进4个进，就这么几亿啊？不是，我真的是这边跳过来断手断脚断，我怎么可能交给一个老婆？啪，他拿走了。喂，我几个好兄弟啊！我一个手就数不完了，都是如此的下场啊，都是老婆拿走啊。大哥的事儿别干，但大哥的话得听。成龙配享太妙。前辈已经把所有可能会爆雷的坑展示了一遍，真实的让人落泪。后浪们如果再在类似问题上跌跤，就属于脑子有问题了。2013年，邹市明离开体制，当上了职业拳手。以他本来的成绩，很快签约了顶级经纪公司。公司给他牵线，对接上了美国的训练、比赛、医疗、推广等资源。邹市明在这个专业团队的配合下，顺利戴上了金腰带。但两口子从不提这一段。每回采访都要强调邹市明的经纪人是冉莹莹，原因是当初他们跟这个公司撕破脸了。奥运会直到16年才允许职业拳手参加拳击比赛。邹市明拿金牌的时候是业余拳手，经纪公司一手把邹市明运作进了职业拳击赛，成为拳王。女的活舒服了之后，一般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插手男人的事业。冉莹莹撕毁了和经纪公司的合同，直接导致邹市明被圈内资本封杀，等于一手斩断了邹市明回拳击圈的可能性。他和邹市明另起公司，冉莹莹做老板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给邹市明安排了卫冕战，找了个看着挺弱的日本人木村翔，猛炒民族情绪。结果邹市明被这个搬运工当场 KO， 输掉了金腰带，还造成了左眼视网膜永久损伤，视力暴跌，从此告别职业拳坛。这些都是背着经纪公司干的，所以经纪公司把两口子告上了法庭，法院判赔400万。邹市明的口碑也雪崩了，他不光赔了钱，还赔进去自己在拳坛的信誉，断送了他真正需要的专业资源，以及后来的职业转型。他不得不从深耕的拳坛转去了其他他根本搞不明白的事情上，厄运从此也接踵而至。谁掌握了经济大权，谁就是家里的 CEO。 但是太太财务能力不在你手上，财政大权在业务员手上，那你说你这公司是空壳啊，那你当然没有安全感了。所以一定要掌握财政大权。选了垃圾股只能斩仓，不要指望他给你奇迹。同一时期，冉莹莹在综艺和访谈里
不断强调自己在家庭中的顶梁柱作用。大家只要在综艺节目上刷到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拳手苦，拳手没出路，他得到处运作，结交商界娱乐界的大佬，帮邹市明转型找退路，就知道他是在为夫妻捞金开始铺路了。等邹市明挨批血亏以后，他的人设就换成了吃够了婚姻的苦，他开始自曝婚姻背后的一地鸡毛，比如他忍气吞声养家糊口，大着肚子还得当司机，忍受邹市明的坏脾气。真有人吃他这一套，吃他这套的大体还是同一类人，只是在他身上投射的情绪从崇拜事业强女变成了心疼恋爱脑。所以他当着拳王的面在公开活动中与资本大佬十指相扣，就是赵薇的礼貌性上床理论的牵手版。礼貌性上床，通俗地说，就是当两个异性独处时，为了肯定对方的魅力，为了表达信任对方，便出于礼貌上了个床。不上床就是嫌对方没有魅力，但这种上床并不是因为爱情，也不是因为喜欢，而是出于一种礼貌，就像握手一样，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体现，是一种对对方魅力的赞美，是一种社交的需要。大势已去的拳王看到妻子的礼貌性牵手，也只能礼貌性的微笑。不过穷哥们们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，贫穷是男人的贞洁牌坊，是普男最好的保护色。相信看节目的哥哥弟弟们都能遇到真爱。我是小猪，谢谢观看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